哇塞，朋友们，给我抓起来了！你先别出来啊，他们给我抓起来了。然后你这边的话被观察，你也不要担心。怕我一接近把我也抓起来。现在他们这个太猖狂了。我现在只敢在角落里录啊。那个他们要抢我手机，我先把这2块钱留给你。这是我人生最灰暗的时刻之一，连续遭受严重打击。去年10月，我们开着中国车，用了8个月的时间从北非来到了东非。然而在吉布提用了35天的时间才拿到了我们的汽车。当进入埃塞俄比亚的时候，汽车又被扣了。被告知一切进入埃塞境内的车辆必须缴纳进口押金。随后，海关领导派了几个人去检查我们的汽车，但就在检查的过程中，他们突然下班了，而我们也被迫停留在边境过夜。第2天，当我再去找他们领导的时候，态度突变，莫名其妙的被警察抓进了小黑屋，还派了10几个武装人员保护着我的安全。我紧急联系了当地的朋友和我们的使馆，然后30分钟后又莫名其妙的把我放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中国呢，还有一个词叫猫鼬，小朋友还把小朋友给裹在里头，知道吗？兄弟们啊，继续同步一下我们现在的近况。在办公室，咱们正在录入这个汽车的东西，就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然后刚才在车旁边，就是很严格的问我，你同不同意交这个税？你要同意，可能今天就放了你；你要不同意，那可能就事态升级。我只能说同意，我同意，本来我就找人了嘛。他还是要钱，可能是吧，谁也不清楚。现在咱们也不敢武断。但是现在咱们先按照他们的这个给的路啊，咱们先走，是吧？先走。这哥们儿是咱们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企业的一个员工 ，CCCC。呀。啊，他是一个咱们中国的企业。他刚才跟我说不要着急，说你再有5分钟就出来。对他打电话是解释啊，是怎么着？是他说找中国人救我，或者怎么样？哦，很奇怪，我也不知道怎么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进去的，真的特别奇怪啊。哦 ，whatever，thank you。No problem. Thank you. If you have any problems, just I send it to you with my telephone. Oh. You call me as much as possible. I will help you. Okay, thank you. For Thank what you. is happened in this custom office, it is so sorry. Okay, it's okay, it's okay. 整个这镇子上都知道，刚才我们被抓起来了。然后呢，我发现一个事儿，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抓我，他们也一直在问，哎，为什么把中国人给抓起来了？抓你的人都懵。对，真的，就连抓着我的那个大兵都傻了。真的要把他抓进去吗？就其实那些大兵啊，包括那些人都还挺好的，他们还笑着跟我打招呼，还安慰我说，尤其是刚才帮你的那个给中国上班的那个大哥跟我说，他一过来吓我一跳，他带着10几个大兵就围着咱们的车过来。我知道。然后我就看他，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你不要着急，不要害怕。然后我说5分钟，我说5分钟他就能出来吗？他跟我说你就能出来。看来他心里也有谱，或者他说了什么，或者那些人就知道他们应该是没有什么权利抓我的，而且我什么也没做。对，他们是海关，他们并不是警察。当时我就觉得他们有什么权利执法？还有就是我们是外国人。对，我觉得可能是想吓唬一下，也有可能想吓唬一下，要不然他问我为什么你同不同意交税进去，是不是？问了2遍。你同意交税，他才把你放出来。刚才跟着摩托车司机，我们买了一个他当地的这个汽油，咱们试一下看能不能用，因为这个有汽油了，我们就敢坐在车里吹空调了，要不然太难。哦，他这车油还爆呢啊！哦呦，这都露出来了。试一下。昨天晚上就是不敢随便去用这车上的油，因为我们距离下一个加油站啊还有90公里。他们这个埃塞买汽油，你没有当地的身份证，你没有那个支付卡，没有支付卡买不了，拿现金不行。看一下啊 ，OK， 找187。哎，可是我们感觉加之前跟加之后差不多。加2升没动。啊。但是确实 OK，187。你要想把这个加，你最起码得买10个，刚才那么多才有效果，10个以下几乎没效果。那到时候就接着买吧。对，得亏之前换了点埃塞的钱，在这边啊，你如果要拿美金换的话，会亏死你。我还出来的时候聪明一点，换了一点这个当地的货币，凑合还能活着，要不然，又有其他的困难了。
过了一会儿，海关的领导过来了，说我们的车遇到了很大问题。由于我们所驾驶的坦克300在非洲并无销售，无法通过海关的系统调取信息。然而，车辆品牌的英文和行驶本上登记的品牌文字不同，并且驾驶本上没有关于排量的说明，发动机号又难以看清，多次联系车辆售后未答复，这下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于是我们打通了客服电话。上有没有写着哪里写着我们的这辆车的排量？排量是吗？对，排量。我怎么看到我这车的排量？是这样的，您说如果在车身上面看到这个排量的话，我这边需要帮您上报核实一下的。目前是没有看到，是说在车辆的哪个部分，就是说在哪个方向可以看到这个排量。我们现在比较着急，才能快点处理。那你能尽快回复我？这现在比较着急。如果帮您上报核实的话，可能会有一定时效的，没有办法马上给您进行一个回复，可能需要明天可能才会有到这个回复的。兄弟们啊，我这折腾了一下午，现在已经4点了，我觉得今天危险了。今天根本就没希望走，我都已经放弃挣扎了。他现在是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他办公室的人员一直在网上查这辆车。首先，这辆车在非洲没有卖，在别的国家没有卖的。然后呢，没有英文的一个网站。咱们的那个公证书，就是咱们的行驶证上没有排量，所以公证出来的东西上面没有写着排量，没有。现在怎么办呢？就在我们满面愁容寻找办法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名当地小哥，似乎他也是海关的人，非常热心的帮我们找着各种证明汽车排量的蛛丝马迹，最后在汽车右侧门之间发现了踪迹。This is it. Read this one. What is the meaning? This Chinese. Read one. Yes, this Chinese. This is Yeah. Not. 刚才这 CC 我已经给你了。This CC number. This CC number. 这个小哥本来要下班了。其实这个他这 model 我给了100次了，这个东西刚才我给你圈出来的就是这个，因为它上面写的就是 CC。这是他们的财务室，那待会儿咱们再说。小哥竭尽所能的帮我们解释关于汽车信息的问题，可惜最后的结果仍然不尽如人意。我们无法通过他们的系统定价，必须要前往位于首都的海关总署。然而现在已几近黄昏，我们今天又要被迫滞留在边境了。睡在街上实在是难以忍受，但睡在车里，汽油根本无法支撑，方圆100公里之内都没有加油站。这时候，小哥说他家里有汽油，而且就在旁边。又出了一个问题啊，这是好事儿啊！这有一个小哥哥，他今天帮我一下午，完了呢，他就是海关的人，然后我跟他说我缺汽油啊，他带我来他的家里了。你看看，这哥们儿啊，说他这有汽油，哇塞！哦，他这还有空调啊，兄弟！哇塞 ，very good， 太棒了，他这儿太牛了。你看他这儿还有这个啊。Yeah, yes, I know. It's great. Whoa, your place very great. Air conditioned oil, happy. Oh, yes, yes, yes. 他说外边44度啊，屋里只有22度，哇，太爽了。You're very, very great. Okay, great. And we need The home is comfortable to you. Really? You can use it. No, where are you? I go to another. Really? 我真的，我真的要哭了，兄弟们，刚才听到了吗？他说他把他的房子借给我，哇塞，这真的，兄弟们，我觉得不管咱们这车能不能进去，起码这兄弟的情谊，真的我领了，我真的觉得特别棒，真的太棒了。我跟你说有一个好事儿，对，他今天让我们住他的家里，他家里有空调。真的？他是海关吗？他是海关，真的。说的这么好，这哥们儿太牛了。这我都不认识，他是海关的官员还是？官员啊。我官员，然后但是他没有办理我们的事情，他就看我们太难了。真的，他不是没有办理，他是必须在那个系统里能有我们。不是，我是说他不是办理我们这儿的人，他不是办理我们的，我就是刚才看他要回家，然后看到我们很困难。他家就住这儿，这是海关给的宿舍房。那我们住他家，他有地儿住吗？他去旁边的邻居家，就是他朋友家。哎，这个给人钱了啊，这肯定得给钱啊。对，这不光这个给钱，我觉得真的，兄弟们都无话可说。真的，
他说他有汽油，家里他有摩托车，他有汽油。他们要备着汽油，因为这汽油太难加了。对，他大概有40升吧，我觉得40升或者35升，他给了我20升。哦，但他以后还可以买。对，我们现在买是比较难。我们出来这么长时间了，真的没这么狼狈过。咱们就算住的乡下，住的那个村民的家里啊，我觉得也没有这么狼狈。他家可以洗澡吗？可以，我觉得可以。那太好了，我们50度，我们身上都发馊了。真的馊烂了。加完油的续航里程286啊，差不多多了100多公里，哇，这可救命了啊！其实真正救命的不只是汽油，而是在酷热的沙漠地带能住上有空调、能洗澡的房子，这无疑是雪中送炭啊！要知道，我们滞留在边境到底多少天，无人可知。如果没有他的帮助，在后面几天，我们可能会面临精神、身体双崩溃。这位海关的家为我们之后在边境的奋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现在兵分2路，我在海关继续和当地领导探讨进入的条件，朋友们帮我在首都与海关总署协商。然而事情的困难程度一步一步的露出了水面。兄弟们啊，这事态呢，刚才去了他们海关总署，他们要咱们中国大使馆出担保函，要他们当地旅游局出担保函。然后现在我们赶紧紧急联系，然后就赶紧处理这事儿。这事儿整个惊动到天了。我觉得耀阳，我觉得换个人，这个事情肯定是解决不了。真解决不了。我们现在手里这么多的朋友在帮我们。对，真的是。我们要是能成功，兄弟们，绝对不是耀阳一个人能成功的。这事儿已经太大了。现在怎么样了？我看你联系半天了都。现在是这样啊，现在是大使馆已经给我们开具了我们的证明信。真的？对，已经开完了。然后旅行社证明信也已经开完了。现在那个旅行社老板拿着我们旅行社开的这封信去使馆，再拿着这个使馆的证明信，现在去埃塞旅游局。埃塞旅游局我已经找完人了，然后等着我们拿着这信直接进埃塞旅游局。OK。那我们再问一下，是不是还有别的资料吗？还是说现在资料已经全了？千万不要再来，我们好不容易送了回头再有。我们就这2个资料，现在直接送到那个旅游局，由旅游局开信。今天怕是来不及了，应该明天能开。拿到了以后再送到他们的海关总署，剩余的就只能听天命了。大家也能看到，其实耀阳在埃塞其实有一些关系，我已经动用了我能动用的所有的关系。如果再不能进，剩下的就听天由命。现在咱们就是等待着明天看看旅游局能不能给我把信开出来，然后我们去海关。